坐落在40亿年的地球上，晒着50亿年的太阳，用2亿年的金沙江水沐足，古腹容纳下世间万象，一呼一吸之间，吞吐着858亿立方水量。这是一项规模宏伟的超级水利工程。16座由中国人自主研制的100万千瓦级水力发电机组位列世界之首。建成后，平均每年可发电600多亿千瓦时，节约燃煤2800万吨，相当于少建7座大型火力发电厂。它就是中国的超级能源装备——白鹤滩水电站。由白鹤滩往东南方向1070公里，来到中国大陆的最南端，湛江外罗51平方公里的海面上，68座高挑灵动的风之精灵正在徐徐展开捕风之舞。这里年平均风速每秒7.2米，180米直径的风机叶轮犹如捕风之翼划过天空，将虚无的风化作触手可及的能源。外罗风电场建成后，每年可发电10亿千瓦时，相当于65万户家庭1年的用电量。然而，要在风急浪高的海面上竖起100米高的塔架，把超过空客 A380 飞机翼展长度的叶片精准无误地安装在轮毂上，什么力量才能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呢？长85米、支撑能力超10000吨的4条装腿，是它壮硕的四肢；起重能力2000吨的海上工程起重机，是它擎天的臂膀；长128米、宽43米，相当于半个足球场大小的甲板，是它超大的度量。它能轻松起吊90多米长、重量超1000吨的风电桩，在不到3/1000的精度误差内，将风电桩垂直插入海床深处。它就是中国在役最大的自升式风电安装平台——龙源振华3号。从湛江继续向南340公里，距离大陆架150公里的海面上，一座由24000多个零部件组成的巨型机器岛，被16根单根长度超2500米的特制锚链系泊在茫茫大海上。它高120米，相当于40层楼的高度，总重量超5万吨，投影平面有2个足球场大小，排水量相当于3艘中型航母。它每天从1500米的深海采集1000万立方天然气，相当于7万桶石油日产量。它就是中国自主建造的全球首座10万吨级半潜式能源生产平台——深海1号。科学家宣称，到2025年，地球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将达到过去1500万年以来的最高峰。中国为了满足14亿人口的巨大能源需求，加大了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利用，而水力发电是其中最有效也是最成熟的利用方式。白鹤滩水电站是金沙江下游梯级水利开发的第4座超级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600万千瓦时，在全球总装机容量最大的10大水电站中位居第2，仅次于三峡水电站。一大早，大坝浇筑现场就忙碌起来，7座缆机
在险峻的河谷间往返穿梭，将一罐罐装满混凝土的吊罐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工地。白河滩水电站由大坝、地下发电厂和泄洪洞3部分组成。大坝围成的水库相当于蓄能池，来自金沙江上游的水在此积聚势能。地下发电厂是能量转换器，把水的势能转换为电能，而泄洪洞则是能量消解器。当洪峰来临时，通过泄洪把水的势能消解掉。从外形看，白鹤滩大坝与三峡大坝迥然不同。三峡大坝是重力坝，依靠自身重量稳坐于大江之上，而白鹤滩大坝则是拱坝，借助拱的作用，把水的压力传递给拱端两岸的山体。建造白鹤滩大坝所采用的是缆机吊灌浇筑方式。重达30吨的混凝土吊灌被缆机分毫不差地吊到指定位置。这座举世罕见的拱坝就是这样一吊灌一吊灌地运送了97万次，才得以浇筑完成。大坝浇筑到了最后的关键时刻，然而这时，工程师谭尧生的手机上突然传来一条警报：坝体混凝土局部温度异常。这是怎么回事呢？迄今为止，水泥混凝土仍是人类建造大坝的首选材料。但问题是，混凝土在硬化交接过程中，水泥会持续发热，温度最高可达70到80摄氏度。白鹤滩大坝坝高289米，坝长709米，浇筑它要耗费800多万立方混凝土，是埃及胡夫金字塔体积的3倍多。而要让800多万立方混凝土自然冷却下来，大约需要140年的时间。白鹤滩水电站当然等不及。更为严重的是，混凝土坝体会开裂。混凝土的表面由于跟冷空气接触，会较快的冷却收缩，但内部却仍在持续发热膨胀。随着热胀冷缩的力量逐渐积聚，开裂将无法避免。无坝不裂也因此成为世界难题。白鹤滩该如何规避这个风险呢？仅凭肉眼看，这些混凝土似乎与普通混凝土并无区别，殊不知，它们内部却暗藏玄机。水泥厂特殊化学配方的混凝土正与冰块和冰水搅拌在一起，这使得混凝土在出厂时温度仅为6摄氏度，也使得白鹤滩大坝成为世界上首座用低热水泥浇筑的大坝。但运输过程中，混凝土温度会受外界气温影响而升高，为此，运输车内壁安装了保温隔热层，确保送到现场时温度被控制在12摄氏度。但这样就能让工程师们高枕无忧吗？收到警报的谭尧生团队迅速通过由庞大数据库支撑的中央智能控制系统，仔细排查坝体内部混凝土温度异常升高的原因。混凝土凝结是个复杂的化学物理过程。虽然送到现场时混凝土只有12摄氏度，但凝结过程中内部温度仍会持续升高。那么，一旦温度超标，又该怎么办呢？大坝浇筑时，混凝土是分成3米见方一块一块浇筑的，也被称作舱。在每舱内插入3个温度计，用来监测内部温度的变化，并实时上传信息给中央智能控制系统。
就好比大坝的神经系统连接到了中央控制室这个大脑中，把我们施工全过程的数据，包括开挖、混凝土浇筑、温控、灌浆、精简自然等等这些所有的信息都通过现场采集的方式传输到我们系统里面，然后进行数据的分析，以这个分析的结果进行现场的控制。浇筑时不仅在每舱内安装温度计，还预埋了降温水管。12摄氏度的低温水持续不断地流经管内，带走热量，把混凝土内部温度控制在27摄氏度之内。一旦温度超标，智能控制系统会自动加速和加大水的流量，为混凝土降温。这样，白河滩大坝就不会因为混凝土的热胀冷缩而开裂了。海上风电被公认为当今世界上最有发展前景的绿色能源。中国从2018年起，已连续3年成为海上风机新增装机容量世界第1的国家。据全球风能理事会统计，2020年中国累计装机容量已达9898兆瓦。这个曾经煤炭污染严重、石油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决心已向世界展露无遗。中国海上风电近10年的大规模发展，风机不断的加大。原来最早我们3兆瓦风机，到现在都是6.45兆瓦风机，包括后面更大的7兆瓦、10兆瓦风机，包括水深10米水深，到现在20米、30米、50米水深，离岸越来越远，就更需要适合我们这个中国海域的更大的、更好的装备。晨曦初露的外罗风电场，龙源振华3号的甲板上，塔筒的吊装已经拉开帷幕。海上风机由基础桩、塔架、叶轮和主机4部分组成。基础桩犹如根系，牢牢扎进海床；塔架犹如躯干，高高支撑起风机；叶轮如同翼翅在空中捕风，而主机则如同心房，风的势能通过它转变为电能。塔架由4段塔筒拼接而成，此时起吊的是第2段塔筒。对于现场总指挥王连鹏来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因为48小时后将有大风来袭，他必须赶在起风前完成风机的吊装。而对于有着2000吨起重能力的龙源振华3号来说，起吊1/4段近200吨重的塔筒不过是小菜一碟。在此之前，将超1000吨的风电基础桩起吊到空中，并垂直插入海床，才是他最拿手的好戏。然而，外罗海域年平均风速每秒7.2米的呼啸海风，在带来充沛发电量的同时，也日复一日地加剧着起重机臂架的金属疲劳。要把1350吨重的基础桩起吊到离海面140米的高度，相当于一次将10斗成年蓝鲸提升到47层楼顶。一旦臂架由于涌浪扭拉和咸湿海风侵蚀而产生疲劳，不仅会造成设备的损毁，甚至可能导致平台倾覆和人员伤亡。那么，如何解决臂架的疲劳问题呢？秘密就藏在臂架主杆与支杆连接处那一个个凸起的异形曲面里。由高强无缝钢管组接而成的横架，
主干与支干如果采用传统的点对点焊接方式，焊接面的空间关系将变得异常复杂。焊接时，哪怕极微小的一点瑕疵，都可能导致金属疲劳的堆积。而包容式节点，正是减少疲劳应力的一个巧思。这个包容式节点，它是一个鼓。上面开一个孔，这个管子插进去，不需要对这个管子的这个精度要求有多少高，然后它插进去的距离它可以调整，所以本身它就可以减少这个误差的影响。不过，异形曲面的加工却并不容易，不仅钢板厚度、曲面角度要经过复杂的计算，冲压成型后还要在曲面上开孔。将不同方向的支干和曲面焊接缝合。包容式节点增加了主干与支干的接触面，消除了2/3疲劳应力，使臂架整体上更为坚固。凭借独具匠心的包容式节点，起吊直径8米、重1350吨的基础桩龙源振华3号显得游刃有余。然而很快，新的问题接踵而来。基础桩插入海床时，由于受海浪洋流的影响，倾斜将不可避免。而一旦插桩发生偏差，不仅价值2000万元的基础桩就此报废，废桩还会阻塞航道，成为过往船只的隐形杀手。那么，如何才能将基础桩分毫不差地垂直插入海床呢？形似人的臂弯，双臂打开，可将基础桩揽入怀中；双臂合抱，可让基础桩毫不动摇。这个强有力的臂弯，就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双层抱桩器。抱桩器直径10米，由上下2层圆环形夹壁组成。夹壁内安装多个由液压小油缸控制的触头和高压千斤顶。插桩时，触头能精确感知基础桩的倾斜度，并将数值传递给计算机。计算机根据数值调节千斤顶的力量，从基础桩表面朝圆心方向顶推，对垂直度进行纠偏，确保垂直精度控制在3/1000以内。甲板上风电塔架的吊装已接近尾声，正因为有了固若磐石的基础桩，塔架才得以在狂风巨浪中屹立不倒。石油，现代社会的核心能源，被誉为工业血液。中国是石油消费第2大国，每天消耗原油1400万桶。然而，中国每天的石油产量仅380万桶，巨大的缺口迫使中国人不得不加快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步伐，而海洋油气的开发更是中国未来能源战略的重要一环。在世界海洋石油的发展史上，整个石油工业产量的增长点在海上，而海上的增长点在深海。随着能力和装备和技术的提升，也是生存和发展的需要。石油开发从陆上往海上发展，逐渐的又从浅海往深海去走。然而，阻挡在深海1号和海底宝藏之间的是诡谲莫测的1500米深海，3大地理板块相互挤压的复杂海床，以及被时速300公里的台风裹挟着的超过23米高的巨浪。那么，深海1号如何才能坚如磐石地连续海上作业数十年呢？深海1号的水面部分包含上部组块和下部船体。上部组块装配有近200套油气处理设备，
是一座先进的石油天然气化工厂。下部船体由4个20层楼高的浮箱立柱组成，它们为平台提供浮力。天刚蒙蒙亮，脐带缆的安装工作就开始了。与深海1号并肩作战的是中国首艘作业深度达3000米水深的海洋工程船海洋石油286。甲板上，人们正在给脐带缆捆扎浮子。脐带缆已被下放到水深800米处，必须每隔3.5米捆扎一个浮子。目的是为了让这根长5000米、价值超1000万元人民币的脐带缆在水下铺展开时呈 S 型悬链线状态，而不被自身516吨的重力所挤压和缠绕。在肉眼不可见的海面下，是深海1号庞大而复杂的水下采油术，包括油气井、输油管、管汇和脐带缆4部分。油气井是出油口，输油管负责输送油气，而管汇则把来自各个油气井的石油天然气集中起来，统一输送给深海1号。脐带缆，它是采油术的动力线和中枢神经，一方面为水下生产提供动力，一方面把平台下达的作业指令传递给水下生产系统。对于深水油气田开发来说，水下生产系统是非常重要的。整个海上平台跟水下采油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水下脐带缆。海上平台的电力、液压动力和化学药剂等生产动力源不断的通过脐带缆输送到1500米海深、30多公里远水下设备使用。天然气在一定条件下会与水结晶，形成天然气水合物。水合物是导致输油管堵塞的罪魁祸首，就像人体血管里的血栓。而1500米深海的低温正是形成水合物的最佳环境。通过脐带缆向海底油井注入一种叫乙二醇的化学物质，就能防止油气低温冻结和天然气水合物的生成。海洋石油286的卷管盘舱内，巨大的绞盘缓缓转动，将脐带缆输送给高耸在甲板中部的立式铺管架上。月池缓缓打开，张紧器犹如章鱼布满吸盘的腕足，有力而精准地握住脐带缆，将它一寸一寸放入海水中。脐带缆一端已被放置到水下120米处。深海1号的绞车准备提拉脐带缆，并与平台对接。然而，对于这座浮式作业平台来说，这并非易事。16根粗壮的锚链已被紧绷在16座动力强大的锚机上。锚泊系统被誉为浮式平台的定海神针。深海1号抵御海上风浪的秘籍，正是浸没在水下的16根特制锚链。传统技泊一般都使用钢制锚链，但如果深海1号也使用钢制锚链的话，单根长度超2500米的钢链自重就达2万吨，16根锚链总重量将超过32万吨。在洋流的作用下，锚链过大的自重会形成巨大的惯性力，拖拽平台，并导致平台失衡甚至倾覆。而深海1号使用的是一种新型锚链，它由3段组成，与平台相连的200米，由于经常被锚机卷起、调节松紧，因此采用钢制锚链。
固定在海床上的300米，因长期与海床摩擦，也采用耐磨的钢制锚链；而中间的2000米则使用最新研制的聚酯缆，它由高分子聚酯材料制成，强度与同等直径的钢链相等，但重量却只是钢链的1/43。正是这特制的高科技锚链，让福泰的深海1号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也使脐带缆与平台的精准对接成为可能。此时，绞车开始小心翼翼地提拉脐带缆，只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个当口，绞车突然停住了。绞车的最大拉力为45吨，而提拉脐带缆只需要28吨，拉力绰绰有余。但当绞车拉力达到30吨时，脐带缆却提拉不动了。继续加大拉力到34吨，脐带缆仍然提拉不动。从空室里，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游学刚忧心忡忡地关注着作业情况。身为深海1号的掌门人，他深知脐带缆安装成功与否，不仅关乎工程进度，更事关未来深海1号能否在海上安全运行数十载。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白鹤滩水电站，一条悠长的隧道，蜿蜒进入大坝两侧的山体深处。这座偌大的地宫，就是水电站的能量转换器——地下发电厂。即将展开的是2号水轮机组转轮的吊装。转轮是水电站的核心部件，它直径8.62米，高3.92米，由15片单片重11吨的叶片组成，总重353吨，相当于6节高铁车厢的重量总和。要给这16台发电机组安家，首先得在山体里开挖大型地下洞室群，建造超一流的发电厂。地宫全长217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天津的往返距离。挖掘掉的土石方可以填满2个杭州西湖。然而它的开挖和支护却是一个世界难题。白鹤滩的工程应该说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座300米级高坝建在了柱状节理玄武岩之上。咱们这岩石啊，就像一把筷子一样，一个一个的柱子在一起。你如果在不扰动它的时候，在周围都围压比较好的情况下，它的这个性状非常好。但是你把周围的这个筷子这个笼子一旦打开，就是咱们一把筷子全部散开了。特殊的柱状节理玄武岩地质结构，使得300米高坝坐落在一片易松弛、易破碎的基础上，并且全世界对此都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那么，中国人如何攻克这个难题呢？我们能不能在开挖之前，在我们这个筷子笼子里面的时候，先用胶水把这个筷子一个一个的给它粘起来，然后我再开挖，它不就是一个整体了吗？要把筷子般松弛的岩层稳固成一个整体，工程师们独创了围岩灌浆、散能爆破等多项技术，对岩层采取预灌浆、锚固、2次灌浆等一系列科学有效的手段。基础做扎实了，大坝也就固若金汤了。现在，转轮起吊开始了。
1300吨起吊能力的桥式起重机平稳运行，小心翼翼地将转轮运往指定位置。不过转轮还不是金沙江水最先光顾的地方。螺旋形腔体，橙色系涂装，使形似鹦鹉螺壳的奇异空间透出某种玄幻的质感。这是涡壳，位于水轮发电机的底部。来自金沙江上游的水将通过大坝两侧的进水口，率先进入到涡壳。然而，从进水口到涡壳，垂直落差约为200米，相当于70层楼的高度。高位落差使进入涡壳的水流具有巨大的能量，而涡壳内部螺旋形空间结构又进一步加大了水的势能，冲击转轮高速旋转，把水的势能转化为机械能，同时带动转子高速旋转，再把机械能转换为电能。要承受从70层楼高度跌落的激流的巨大冲击，涡壳当然不能用普通材料制造，它由一种叫曲阜780的特强钢制成，每平方厘米的面积上要承受780兆帕重力，相当于人的指甲盖上站2头非洲成年大象。涡壳的承压能力就可想而知了。此刻，巨大的转轮终于被平稳调运至水轮发电机的上方，并精准放置到涡壳的中央。不久，这座能量转换器将为数千万中国人送去光和热。广东湛江外罗海上风电场，气象骤变的征兆已显现。龙源振华3号必须尽快展开主机的吊装。主机堪称是风力发电机的心房，然而主机与塔筒的对接却并不简单。海上作业常年受风浪、洋流影响，风机的安装精度时刻面临巨大挑战。更何况，主机要在狂风呼啸的高空完成与塔架的对接。要应对诡谲变幻的海况，龙源振华3号首先必须解决自身的稳定，从浮态变成稳定态。为此，平台被设计成自升式站立作业模式，也就是4条桩腿插入海床后作业。每条桩腿长85米，可承重4000多吨。4条桩腿足以支撑平台超10000吨的重量。桩腿在海底生根后，升降系统将船体向上顶升到位，平台由浮态转变为稳定态。有这4条腿以后，把这个平台升起来，它就像一个海岛一样，一个岛它就稳了，起重机在固定这个岛上来作业了。现在，如海岛般稳固的龙源振华3号已将247吨重的主机悬吊到塔筒的顶端，在数十名经验丰富的风电安装工细心而娴熟的校准下，主机与塔筒精准对接，成功合拢。从此，风之精灵有了蓬勃的心跳。
紧接着，枫叶的安装开始了。单片枫叶被小心翼翼地起吊到甲板的上空，准备与轮毂组接成直径180米的叶轮。叶片被起吊到位后，116个双头螺栓与轮毂精准对孔并紧固。现在，风之精灵有了涌动的心房和纤细的腰身，如果再加上翼翅，5风之舞就可以开始了。然而此刻，王连鹏的脸色却阴郁起来。天有不测风云，预报48小时后来袭的大风突然提前降临了，而且风力迅速增强到每秒12米，而叶轮吊装必须在风力小于每秒4米的海况下才能进行。叶轮因为它都是玻璃钢的材料，风大了之后拉不住，然后导致那个就是叶轮在上面两边就是摇晃，撞到吊机的臂架。更何况，叶轮要被吊到130米高的塔架顶上与主机舱对孔，而塔顶的风更大，叶片又招风，对接难度将大大增加。风球哗哗飞转着，王连鹏忧心忡忡地查看天气预报，连续几天都是大风，除了等，没有别的办法。好在他对诡谲莫测的海况早有心理准备，果然，前夜还肆虐不止的大风，到了凌晨突然停了。时不我待，叶轮整体吊装立刻开始。起重机将叶轮稳稳举到空中，与主机舱开始精准对孔，直至合拢。整个过程流畅漂亮，又一座5风之翼在海面上树立起来了。主脐带缆就相当于我们的中枢神经，一次性必须做对、做好。无论是密封出现问题和打压施不住的时候，如果不能修复的话，我把它解下来，然后我再把它回接上，我大概就要花5、6个亿。与此同时，在深海1号的下部浮体储油舱安全警报系统的检测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68米深的管井犹如一座倒悬的楼宇，之字形旋梯仿佛直通地心，似乎只要沿着旋梯一直往下走，就能走进凡尔纳笔下的科幻世界。深海1号巨大的储油舱就在这4条粗壮的方形主腿内，
柱腿内部总容积为2万立方，可储存约12万桶石油，相当于2个水立方游泳池。来自深海的原油天然气，在经过化工厂的油、气、水3相分离后，天然气被加压，通过海底输气管道输送往150公里外的陆地。石油则被储存进储油舱，等候油轮来运油。储满如此巨量石油的深海1号，无疑像一颗漂浮的炸弹。储油舱一旦发生泄漏或引发火灾，后果将不堪设想，造成的灾难甚至可能危及整个地区的生态安全。安全是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复杂的工程，通过这个结构强度、疲劳计算，整个平台的这个设计寿命是30年，但是很多这个关键点的这个疲劳寿命要求达到150年，特别关键的地方要达到300年的疲劳寿命。100年一遇的台风，浪高最大是23米。100年台风袭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个设施还有1.67倍的安全系数。1000年一遇的时候，我们这个地方的浪高会达到29米。29米袭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有1.0倍的安全系数。检测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他们必须保证储油舱的油压监测、压力释放和灭火系统全部处于最佳状态。储油舱采取双壳设计，也就是在储油舱外再设置隔离舱，舱内设有漏油监测、泵油装置和通风系统。一旦监测到漏油，系统会自动开启油泵并进行通风，防患于未然。夜色笼罩了海面，终于等到了好消息。吊机牵拉缆绳有效，被卡住的拖拉头松动了，轿车开始缓慢而谨慎地转动，拉力指数逐步恢复正常。拖拉头被一点一点提拉上来，终于，脐带缆与深海1号的对接宣告成功。3月的海风，吹散了连续2天的阴霾。海洋石油286已行驶到海底井口上方，并将脐带缆的另一端放入海水中。现在是3000米水下机器人 ROV 大显身手的时候了。2台 ROV 被放入1500米的深海，工程师像操作游戏手柄那样灵活地操控着机器人。随着机器人水下作业的展开，脐带缆的另一端与海底井口实现了完美对接。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从上世纪50年代筑梦绘图，到2021年6月28日首批机组投产发电，白鹤滩凝聚了中国几代水电人的梦想与心血。外罗海域一排排风之精灵的捕风之舞正在倾情上演。从东海大桥旁第一座海上风电场，到中国大陆的最南端，绵延万里的海岸线，成就了中国超级装备的高光时刻。2021年6月25日，深海1号火炬臂点火成功，标志着世界首座10万吨级半潜式能源生产平台开启了长达30年的服役生涯。它将通过海底管道每年向中国广东、海南和香港输送31立方的优质天然气，
满足粤港澳大湾区1/4的民生用气需求。哲人说，时间就像一条河流，给人们带来轻的、膨胀的东西，而那些重的、坚固的东西沉没了下去。在白鹤滩，在龙源振华3号，在深海1号，这些平凡的建设者，用生命和时间，浇筑了一座座不朽的丰碑。以前有一句话啥？远看像套荒，近看像要饭，仔细看，搞水电。因为每天一身泥一身水，我们有6个月都没上去，因为海工啊这个东西，窗口期是有限，那必须在窗口期把这个工作做掉。搞这个灌浆工程，长期不见太阳，人家说你白就是因为那啥的，就是因为闷的。3班倒2班倒，怎么倒呢？你上白班，白天在洞子，晚上睡觉，对吧？一天24小时你都可能见不到太阳。所以说我们自称叫地下工作者。说不想下也是假的，肯定想哈。如果有的选择，我会选择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好好照顾一下老母亲。如果说我欠家人的，我欠老妈的一个忌日。我不是大小，这2、3年基本上没有回过家，回去也就是匆匆2、3天，又要出发。我爱人打电话跟我说：“你1年没有休假，老爷子90多岁了，还有几年不知道。我不想让你油缺缸有任何的遗憾。”希望我的老婆、我的儿子、我的女儿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生活。后悔不后悔？我自己也想过，每天早上可以看对面山上的云。我们去的都是处女地，都是别人的风景区没开发的地方，我们去的。假设要重新来一回的话，就像人的一生重新来嘛，有可能还会走这条路。我主要就喜欢蓝色，喜欢海洋的一种情怀吧。这片风机，全是经过我的手钓上去的。有时候晚上看看，也是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它也使一个人的性格得到了一个改变，一个升华吧。因为大海就包容了一切，喜怒哀乐全部在里边了。